你大概玩过这个小玩具，4×4的格子，15块滑块，留一个空格，块能横竖滑动，空格挪到哪，旁边的块就滑过来，打乱了再设法滑回顺序。这就是19世纪风靡一时的15数码，据说出自美国最有名的谜题大师萨姆·劳埃德之手。现在我给你一个几乎已经摆好的局面，1到15按顺序排好，只有最后2块14和15换了位置，空格在右下角。任务听起来再简单不过，只靠滑动把14、15换回来，空格回到右下角。来试试看，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滑都差那么一步？换个滑法，再来一次，还是差一步。别再费劲了，这道题根本无解。当年劳埃德心里有数，专门为他开出$1000赏金，求一个解法$1000，可今天值10几万。可这笔钱他一分都不用掏，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题压根没有答案。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的直觉一直在喊就差一步，那一步却永远走不到？答案藏在一个朴素却深刻的区分里，鸡和偶。把它打乱拆开看，最简单的打乱是把2个东西对调，其余不动，这叫一次对调。6个人围桌而坐，其中2人交换座位，别人不动，就是一次对调。而任何复杂的重排都能拆成若干次这样的对调。这里有一件了不起的事，一个重排要么能用偶数次对调做到，要么奇数次，泾渭分明，绝不含糊。你用7次对调换好的座位，要是有人说他能用恰好6次做到同样的结果，你可以放心跟他打赌，他也许能用5次，但绝不可能是6次。为什么这么确定？想象你要把一桌人各自归位，先挑一个人，叫他甲，把甲和甲该坐的位子上那个人对调，甲归位了，坐对位子的人数至少多一个，如此每对调一次，坐对的人数就奇偶翻一回，直到全部归位。终点也就是全部坐对是确定的，所以到达它需要的对调次数，奇偶也就确定了，要么总是偶，要么总是奇，没有第3种可能。回到游戏，换14、15是一次对调机，可任何让空格回到右下角的滑法必然是偶。道理像棋盘染色，16个格子黑白相间，空格每滑一步就从黑到白或白到黑翻一次色，要回到原来那一格，也就是同色翻色的次数必须是偶数，总步数是偶，偶排列，鸡永远凑不出偶。这就是为什么你怎么滑都差一步，也是为什么劳埃德那$1000稳稳当当。顺带说一句，这游戏有多大？16个位置全排列，有16的阶乘总摆法，其中恰好一半是偶排列，你真正滑得到另一半的10多万亿种，包括只换14、15永远滑不到。你也许会追问，那要是5块摆成2排3列的滑块游戏呢，是不是会好一点？事实上，同样的黑白染色一算，这种2排3列的滑块照样有一半的局面，正好是奇排列，同样永远滑不到。可真正让5次方程解不开的，还不是这个奇偶本身。如果把5个对象的全体偶置换凑到一起，也就是刚才2排3列滑块能滑到的全部局面，会发现一个妙处：2个偶接起来还是偶配偶，永远跑不出去，关起门来自成一体，恰好60个。这种自成一体的结构正是上一集讲的群，就是交错群 A5。从一个小小的滑块游戏，我们再次遇见了群论，它不只是枯燥的数学，并且常常会以不经意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很有意思吧？而 A5 还藏着一个比奇偶深得多的秘密，它拆不动，正是它拆不动，而不是奇偶本身才是300年来5次方程之谜真正的核心。这个 A5 我们接触过许多次，它就是一颗20面体，把它拿在手里转，绕某条轴转一下，转完跟没转一样，这样的旋转数一数恰好也是60个。它们和5个对象的偶置换是同一个群，同一个 A5， 只是换了副面孔，一副是抽象的置换，一副是你能上手转的实物。而 A5 还不是孤零零一颗，对象越多，偶置换的群越大，每一个都是一颗拆不动的原子。A5 是60，A6是360，A7 是2520，
往后越来越大。A5 是这一列里第一颗也是最小的那颗非交换原子。这一集我们就盯住它。但在证明它拆不动之前，得先说说为什么会有人肯为一个5次方程解不解得出付出一生。解方程的历史我们在上一期已经介绍过，2次、3次、4次方程每一次都只用加减乘除和开方，就把根从系数里写了出来。照这个势头，5次方程该是下一个，可它硬生生挡了人类近300年，一代代最聪明的头脑扑上去，全都铩羽而归。第一个敢说他根本解不出的是意大利人保罗·鲁菲尼。1799年，他出版了厚厚一大本《一般方程论》，断言5次以上的一般方程不可能有根是解，此后又反复修订。可他的证明里有一处关键的缺口。更让人无奈的是，当时几乎没人愿意认真读它。他请巴黎研究院裁断他的证明，拉格朗日、勒让德、拉克鲁瓦这几位大人物被指派审阅，回来的却是一封含糊而冷淡的回信。鲁菲尼到死也没等到学界的承认。20多年后，挪威的尼尔斯·阿贝尔独立的也更严密的给出了一个被接受的证明。可阿贝尔的一生是另一个让人扼腕的故事。他出身贫寒，一辈子在贫病里挣扎，靠几位老师接济，四处求一个稳定的教职而不得。1829年4月6日，他被肺结核夺走了生命，年仅26岁。2天后，一封从柏林寄来的信到了，是他的朋友克雷尔报喜，终于替他争到了一个教授职位。信晚了2天。但请注意，阿贝尔证的是存在解不出的5次方程，而 x 的5次方等于2是解得出的，开5次方就是。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5次方程能不能解，而是到底哪些能哪些不能。这把判定的尺阿贝尔正在逼近，却没来得及握住。他最终落到另一个同样年轻同样早逝的人手里，埃瓦里斯特·加罗瓦。我们上一集讲过他给了哪些方程能解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也彻底改写了解方程这件事的含义。他们3个人，鲁菲尼、阿贝尔、加罗瓦，隔着时空摸到的是同一样东西。要讲清楚那是什么，我们得先把群怎么猜这件事彻底想明白。先说群，一个群就是一堆对称动作的集合。拿一个等边三角形，你可以把它转120度、240度，也可以沿3条轴翻过去，6个动作转完翻完，三角形还是那个三角形。这些动作合在一起有个规矩，随便挑2个，先做一个再做一个，结果还是这6个动作里的一个。这就是群。上一集我们仔细解剖过它。群有多大，能装下多大的子群？有一条朴素却深刻的定理约束，它是由拉格朗日发现的。一个群里任何自成一体的子群，它的大小一定整除整个群的大小。还拿刚才那个三角形，它一共6个动作，其中2个真正的旋转，加上什么都不做，转0度也算一种旋转。3个凑在一起，关起门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群。3整除6，再随便挑一个翻转，配上什么都不做，又凑成一个2个元素的小群，2也整除6。子群有多大，总能整除大群，绝不是巧合。拉格朗日这个人本身就值得一说，他生在都灵，父亲的投机赔光了家产。他后来却说，我若当初富有，大概便不会献身于数学。30岁，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把他请到柏林，接替欧拉执掌科学院的数学部。正是在柏林，他写下了那篇追问为什么5次方程解不出的论文，一路启发了鲁菲尼、阿贝尔，直到加罗瓦。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年代，他侥幸保全。当化学家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他只留下一句：砍下这颗头颅，只在顷刻之间。要再长出一颗这样的头颅，100年也未必够。有了拉格朗日这把大小整除的尺，就能拆群了。把一个群一层层往里拨，找一个能整块缩掉的部分缩掉，在剩下的里再找一个缩掉，一直拨到不能再拨，拨到底剩下的那些拆不动的最小块，就叫这个群的对称原子。
像把一颗洋葱一层层往里剥，剥到不能再剥，剥下来的那一层层就是这颗洋葱的原子层。举个能上手的例子，4个对象的全体置换记作 S4， 有24个元素，它就能一路剥到底。先剥掉一层，缩出一个大小为2的块，再剥一层是3，再2层各是2， 24等于2乘3乘2乘2，剥出来4层，每一层都是最简单的循环的块。你看 S4 整个就画成了一层层最简单的循环块。一个群能不能这样剥成循环层，正是后面解开5次方程之谜的那把钥匙。这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卡米耶·若尔当，他是个工程师出身的数学家，1870年写下史上第一部群论专著《置换论》，此后30年都是这门学问的标准。他晚年很苦，第一次世界大战里3个儿子先后阵亡。若尔当和稍后的德国数学家荷尔德证明了，无论你从哪条路按什么顺序去剥一个群，剥到底得到的那一组原子永远是同一组。一个群拆成哪些对称原子是它自带的唯一的指纹，跟你怎么拆无关。那么挡在5次方程面前的那颗原子 A5 到底凭什么拆不动？ A5 有60个元素，说它拆不动，准确讲是说它没有任何能整块缩掉的真正部分，除了什么都不做和它自己再找不到第3个能缩的。怎么正办法是把这60个动作按换一套编号就彼此重合归一归类，比如把 AB 对调和把 CD 对调看上去就是一回事，换套名字就重合，这么一归60个动作恰好分成5类。一个什么都不动的单位元，15个同时对调2对的，比如 A 跟 B 换 C 跟 D 换，20个3个轮转的 A 到 B，B 到 C，C 回 A， 还有24个5个一起轮转的，而这24个会列成12加12两类。为什么列？后面说1加起来1加15加20加12加12，正好60。关键的一步来了，任何能整块缩掉的部分都必须由若干整类拼成，而且由拉格朗日定理，它的大小要整除60。那就一类一类去拼，一个一个去验，只挑单位元大小1，整除60可以。这就是什么都不做。单位元加那15个大小，16除不尽，60不行。单位元加那20个大小，21除不尽60不行。挑上一半5循环，大小13、25、28，一个一个数过去，没有一个整除60。全挑大小60可以，这就是 A5 自己。整除这道门，把所有中间的可能一个不剩的挡在门外。于是结论确定无疑， A5 除了它自己和什么都不做，再没有别的能整块缩掉它，拆不动。它是第一颗也是最小的非交换的对称原子。至于那24个5循环为什么偏偏列成12加12，而不是凑成一整类，背后是一个叫中心化子的精细计算。这一步差一点整除检验就会漏掉几个候选，证明就不严了。完整的算法播客里一步步证给你看，这里我们先信结论。值得一提的是 A5 是第一颗非交换原子这件事，伽罗瓦本人早就知道。1832年决斗前夜，他在给朋友谢瓦利耶的遗书里没给证明，顺手写下一句断言：一个不可分解的群，当它的置换数不是素数时，最小可能是5乘4乘3，5乘4乘3正好60。用今天的语言说，这就是最小的那颗非交换对称原子，恰好是 A5 阶是60，一个20岁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一页随手记下的一个数，我们花了整整2集才把它背后的道理讲明白。现在把这颗拆不动的原子接回5次方程。伽罗瓦的洞见是整个故事里最关键的一步，他给每一个方程都配了一个群，
这个群是什么？拿个最简单的 x 平方减2等于0，两个根是根号2和负根号2。这个例子我们在之前讲过，光用有理数是分不开这两个根的。这个能对调两根又不破坏任何关系的对称，就是 x 平方减2的伽罗瓦群，它只有2个元素。方程越复杂，根与根之间容得下的对称越多，这个群就越大。然后它证明了一条判据，一个方程能不能用根式，也就是加减乘除再加开方解出来，完全取决于它的伽罗瓦群能不能一层层剥成交换的台阶。能这样剥成一层层交换台阶的群叫可解群。为什么偏偏是交换？为什么是开方？直觉是这样的，你每往公式里添一次开方，就等于给那座根式塔搭上一级最简单的循环的台阶。一个方程的解能写成一层套一层的开方，正对应它的伽罗瓦群能一层层剥成这种循环的交换的块。先看一个能解的例子，3次方程，它的伽罗瓦群最多是 S3 6个元素 ，S3 能先剥掉那3个旋转组成的块，商是翻不翻的2个交换，再把3个旋转剥成循环交换，每一层都交换，所以 S3 可解。所以3次方程有求根公式，卡尔达诺那个公式就是这么来的。可5次呢，我们挑一个具体的5次方程 x 的5次方减 6x 加3，算一算它的伽罗瓦群是整个 S5 120个元素，5个根之间怎么换都行。现在来剥 S5，先剥掉一层奇偶商交换，剩下的正是 A5。再想往下剥 A5，可 A5 我们刚刚证过拆不动，它是一颗非交换的原子，再也剥不出交换的台阶了。剥到这儿卡死 S5 不可解。于是由伽罗瓦那条判据 x 的5次方减 6x 加3，没有根式解，它的5个根真真切切的存在。代数基本定理保证了，可你永远没法只用它的系数加减乘除和开方把它们写出来。这就是阿贝尔鲁菲尼定理5次及以上的一般方程，没有统一的求根公式。但要诚实的补一句，这不是说所有5次都解不出 x 的5次方等于2，就解得出它的群可解，说的是没有一个对一切5次都通用的公式，而且确实存在像 x 的5次方减 6x 加3这样根本写不成根式的方程。300年的悬案到这里有了答案，而这个答案的最后一块拼图正是 A5 拆不动鲁菲尼、阿贝尔、伽罗瓦当年隔着时空各自摸到的，就是这颗60个元素的非交换的拆不动的对称原子。A5 是我们撞见的第一颗非交换的对称原子。你也许会顺势猜，对称原子不就是 A5、A6、A7 这一列偶置换群吗？把它们找全，故事不就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把所有小于2000的非交换对称原子列出来是这样一串数：60、168、360、504、660、1092，其中60是 A5， 360是 A6， 可那个168已经不属于偶置换这一组了。它来自另一类有规律的家族数里，把这些能预测的家族排成一张周期表。168是表上第一个跳出偶置换的原子，它第一次告诉人们，对称的原子比偶置换这一族要丰富得多，能预测的家族也不止一条。可这些另外的家族又是从哪冒出来的？这个问题会把我们引向一种到现在都还没碰过的对称，连续的对称。下一集我们就离开有限的世界，走进连续的对称。想象一颗球，你可以绕任意一根轴，转任意一个角度，它都纹丝不变。一颗球身上就藏着无穷多个对称。一个挪威人索菲斯里立志把伽罗瓦对付方程的那套思想搬到这种连续的变换上去，而正是从他这片连续的天地里，会重新长出像168这样的有限原子。这条路再往后走，尽头还藏着一头谁也没想到会存在的庞然巨兽，但那是后面的故事了。视频里的详细推导可以参考我的博客文章。若您发现了视频或博文中的错误，或者对我所做的东西感兴趣，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或通过邮箱与我交流。谢谢观赏。